手搓出一辆皮卡房车，自驾到了山西的偏关县，在安邑的小山城里闲逛，品尝了本地的特产酸捞饭。宠物亲情会所，总共18块5。哇，这真的是我小时候喝过的东西。现在是从呼和浩特往南，一路上没什么车。刚才路过中国石化的加油站，加了点油。加油的也说这一路吧，加油站都很少。多少钱？这个算什么路收费啊？国道，这算1级公路是吧？我感觉每段国道都有几个收费的。又是10块，之前有几段15的。出内蒙古了，到山西了。偏关段已经到偏关了，山西忻州的偏关县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但还有一些余光，没有全黑。再开40分钟到偏关县城，快到偏关县城，突然很堵很堵，这往前蹭着呢，应该是在修路。偏关呢是忻州底下的县。以前明朝的时候就是一个军事关口，外3关之一。偏关，它全名叫偏头关、偏头关、宁武关，还有雁门关。偏关是最西边的，现在是个县嘛，人口7万人，所以非常小的一个县，但是它的位置很重要啊，是属于这个通往内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卡。晚上的路灯不多，但车不少。它应该不行，因为它人口就7万人口 ，GDP 30亿左右。那我看刚刚路边还有画室。画室你什么地儿都得有，毕竟7万人呢，各种各样的产业都得有。它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宁静的小县城，就这么一个属性。这是平行于政府的一条街，有不少小饭馆，人气都挺旺的。就是这种小县城生活是对比较安逸。你想吃什么饭馆，就这些家就如数家珍啊。然后想办什么事儿去哪儿都是这个比较精确啊。山城对吧？刚才那条路还有这条路，它都是带坡度的，沿着山坡而建的各种小店，车位是比较紧俏。偏关县医疗集团7万人什么概念呢？就包括北京一些大一点的社区都不止7万人，你天通苑好像几10万人。偏关这个县城呢，停车位其实不太好找，因为它是一个山城，然后沿街的停车位都占了。所以我们停到了一个相对比较远的一个位置，然后过会儿我们是想那个溜达一圈，也是开了一下午车，透气儿，顺便探索一下这座小县城。往县城的中心走，这个坡度挺陡的。现在是晚上8点，山西西北部小山城的马路景象。走到一个城市的主干道了。商业气息强了好多。烤冷面，来一个不？来一个，尝尝。来一个烤冷面。这边的烤冷面比北京的整体来说要平均水平要强一些。确实好。北京的老胡放，又放甜的，又放什么辣条，又放什么东西。我觉得确实，来一些外地的小城啊、小县城这些，就是能感受到这种幸福感。宠物亲情会所，烟火气很浓，对吧？确实，整条街呢是有那种做饭的
肉香，炒菜的这个烟火气。高家什么羊肉馆？哎呀，这小店好，这小店全是人。你搜搜高家什么羊肉馆，我是真坐满了这个。搜搜，明天看看可以来这儿。这家看着也不错呀。后院现宰的跑坡羊，自己的城市自己管，真的就是走了这一条街，县城最气派的还是这个医疗集团医院。啊，脱贫产业基地，看看商场呀，这是。挺吓人的这块儿，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九冠辐射2部，这几个模特非常吓人。有这种恐怖电影的，我记得。这个博物馆奇妙夜，你看他们那个大招牌，脱贫攻坚的这个战略地位比它的品牌名字还重要。对对，有可能也刚摘帽不久，这种。香的。还想要个大面嘛，但我们可能有点吃不了。对。刚做的很漂亮。再来一个。蛋挞是刚烤出来的，是热的。再来个这热狗，正好赶上面包店开业，挺好的，还有折扣。这种小城真的幸福感应该挺强的，就是吃上我觉得是质量挺高的。就刚才这沿街这一路各种香，然后像该有的都有，你像什么烘焙店对吧？刚我们马路一转角一看又有新开的一家，然后那个水准我觉得跟北京也都差不多，所以五脏俱全。这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络绎不绝。咋了？搞这么半天？发抖音送的啊！所以你看看，总共是一个坚果的欧包，一个黑芝麻碱水，一个司康，一个热狗，还有一个冰面包，总共18块5。哇！它主要是打6.8折，是吧？6.8折，对。然后新店开业，挺好的，挺香的，闻着很香。对，我虽然没吃，但我觉得应该跟北京也差不多味儿。甚至可能更好吃。它的那个吐司，因为实在我们买太多了，没有再买那个。但是它吐司发的太好看了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对。纹理，然后高度，对，也很会做面包。对，老板人也还不错，挺好的。这个烧肠子应该是本地的，我刚才我也看了一家。满托好像也是。满托烧肠子，晚上搜搜也是的话，明天可以过来吃一下。工人文化宫，这儿还有个大戏台呢，正经的戏台。征途上还有无尽的跋涉，不要说道路坎坎坷坷，酸甜苦辣都是歌。大府农贸市场，哎，里面有卖吃的，好像。哎呀，还真有人！8点半这农贸市场还有人，这比北京这个经济活力好。北京晚上哪有8点40农贸市场还开的？这真的是我小时候喝过的东西。豆醋水吧？酸捞饭，这是酸是放什么汤吗？还是？是的。哦。好嘞，好嘞。没吃过，尝尝。这汤是什么汤啊？酸的啊，酸汤。哎，是那种浆水吗？哎，对。哦，就是那个西北那种浆水面的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哦，好的。他们酸捞饭可以的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好。偏关特产哦，尝尝。这个是偏关特产。啊，老板说这个酸捞饭是偏关的特产。啊，这个是小米加上这个酸汤，酸汤应该是像那个西北那种碱水面的那种汤似的，有点轻微发酵的，然后有点小咸菜，我尝一下。我感觉你应该吃不惯，我给你们来点咸菜。啊，你先给我尝尝原味好了，是有多吃不惯。
他吃不惯，我能吃得惯，我没问题。我没问题。纯酸。它是有点轻微发酵的。发酵食物好。对，这个就是助消化嘛。粉冲奶茶，童年的味道。别搞这些，还是这。但这种还是至少是健康的，你那种它是化学合成的。回忆一下嘛。我们就是这个夏天还喝这个。对，夏天这个很解暑，应该。夏天就是凉的，是吧？对。啊。预热的。对，挺好吃的。已经好吃嘛，本来就好吃。对，谢谢老板。那么多给你夹菜，小吃菜再夹啊。哎，好。哦，这咸菜是吧？哦，好的。这是什么咸菜啊？这个是叫黄芩菜。黄鱼菜。黄芩菜也有卖。荒野菜。哎，对，卖的不是也叫黄芩菜。哦，荒野菜。尝一下。哦，这个是老咸菜。干儿的那。对，咸菜干儿。也是酸酸的。一开始不太想吃碳水，也是没吃过，但还行。我应该还是不要吃东西比较好。吃呗。我去看一眼。啊？你有小让面泡泡？啊，不用了，够了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这里面还有土豆，我觉得要是喝完大酒了，晚上来一碗这个酸捞饭就很舒服会。它是现在呢是温热的，因为是冬天嘛。如果夏天它是那种冰凉的，对吧？很清凉的那种，就很解暑。我这全吃完了，不错，比较酸爽。我觉得这个酸捞饭的这个味道，绝大多数人应该受不了。它是像什么味儿呢？就是有点像腌酸菜的那个汤稀释的味道。但是呢，这种汤它对身体肯定是好的，因为它是轻微发酵，微生物啊这些促进消化嘛，促进肠胃。这些都没问题的，而且它虽然是有一点酸，但是历经这么千百年吧，你包括西北的那些碱水面一样，它这个吃完以后也出不了人命，而且也不会拉肚子，它就是促进肠道的，就是酸也没问题。如果把这个心理关克服掉，闭着眼睛喝就没问题。就是我喝的时候也是嘛，就不能说很享受这种味道，但是带着就是怀旧，带着说尊敬历史、尊敬地方民俗的这个心态，就喝的话就反正都喝完了啊。小夜市挺好的，很有生活气息。